生死。痛みを感じろ。痛みを考えろ。痛みを受け取れ。痛みを知れ。痛みを知らぬ者に本当の平和はわからん。世界に痛みを。神羅天聖。痛，太痛了，哥！现在下单原价购买，您便可立即体验佩恩切身的痛苦。本来以为会等来一个暴跌啊，结果这个价格几乎就是没怎么下去，这你就不得不感慨一下一代米的人气了。整盒玩具里面最良心的也就那仨面雕了，就靠着这么丁点东西啊，口碑炸裂的情况下，这个价格硬是没有完全崩盘，指不定还会涨回去嘞。你看看这开箱空荡荡的吸塑包装啊，真寒碜啊！还有这个小袍啊，之前的又300多，我嫌性价比不高的时候，人家都给留了一个独立吸塑，你这直接给我弄个塑封袋啊！咱就来看看这个配件都有啥嘛。首先是一根黑棒啊，但其实就是喷了一层黑铁漆的流道，这破玩意儿真的你甚至都不愿意多给2根。手型也是啊，拢共一共就给了5对，除了基础的握拳手以外，一对握黑棒的手型，一对地爆天星的合掌手，一对神罗天真的开掌手，最后一对万象天影的抓取手。手的指甲油细节和扳指细节还是 OK 的，虽然这个扳指的紫色面完全已经糊成一团了，完全看不清楚。虽然这粗制滥造完全也对不起这个价格，算了嘛，对戴哥高要求真的就是我疯了。配件里面唯一的这个亮点就是这3个面雕了，神韵拿捏的是非常到位的，轮回眼的刻画也很正，面部的各种细节啊，包括耳钉啊、鼻钉啊等等这些小地方，这些个刻画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最关键的是够帅啊！但很可惜的是，好东西他妈就给3个，抠门的要死，多给俩怎么了？甚至给崩坏头雕又能怎么样啊？不照样是神还原？俺の痛みはお前以上だ。不是。那除此之外就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讲头了，就剩下个本体可以跟大家聊聊了。虽然说这次的本体可以算得上零件都是新规，并且身上的细节也都有还原到，比如说手臂上插着的黑棒的造型，但作为一个500多的限定啊，我实在很难说这个就叫良心。其实如果戴哥能把手上的黑棒去掉，给2条正常的手臂替换，再给一个面雕来还原这副身体真正的主人，那这个玩具将是绝杀。你看面雕有插黑棒的地方都能全部替换掉，我怀疑戴哥一开始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现在呢，就和这件小袍一样啊，空留唏嘘啊。这件袍子它一开始可能也并不代表小，而小组织的最初也曾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变革的力量。自来也在余影村一待就是3年，而在他的指导下，3人组的实力突飞猛進。俺たちは弥彦をリーダーとして行動を始め、組織はあっという間に有名になった。極力武力に頼らない平和を構築しようとした考えに皆が賛同してくれた。但是狗畜生团藏并不赞同，前来刺探情报的他所看到的只有那一双充满威胁的轮回眼而已。于是他设计于半藏，说小组织未来会夺取半藏的基业，让半藏假意认可小组织，以合作的名义将迷言骗出来，然后将其斩首。而与此同时，还有2位畜生，戴土和班正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们所看到的也是那双轮回眼，只不过他们想要的是长门的黑化，以及这双眼睛力量的彻底的觉醒。而当前的情况也正好按着剧本在进行。弥彦、リーダーのお前にはここで死んでもらう。抵抗すればこの女の命はない。そこの赤い髪のお前、それで弥彦を殺せ。そうすれば女とお前は助けてやる。やめて長門、私のことはいいから2人ともここから逃げて。ならだ、俺をやれ。今度やコナンと何としてでも生き延びろ。お前はこの世の救世主だ。お前だったら从这一刻起，名为佩恩的神就诞生了，同时小这个组织也迎来了重生。
通过轮回眼的能力，长门将黑棒插入了弥岩的尸体，让弥岩重新复活。维系这个世界和平的，从来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没有经历过畏惧和痛苦，便无法明白和平之可贵。接下来，长门将让弥岩替天行道，登上神坛，以暴制暴，用绝对的力量和威慑，换来高压和铁血统治下的和平。话说我很好奇啊，长门的黑棒技术是怎么能让尸体这样不腐不坏，还能近乎100%的控制他的各种动作的，甚至可以有面部的表情啊，还可以流血流汗。这个技术要是能应用在胶圈的小人身上啊，那真的就是只要可动足够给力，以后岂不是拍定格都可以随便脑控了。那这次的佩恩素体，抛开价格不谈，还是能值得一个好评的。而且这个袍子穿在佩恩的身上，感觉啊也第一次觉得还挺合身的。可动方面，首先脖子是双段的关节，低头60度，非常的优秀，但抬头头发干涉只有30度，而左右的侧摆也有45度，最后360度的转头也是轻轻松松没有压力的。另外，由于肩部切割位很靠里面，向前的肩部前伸甚至能到90度，向后也能有30度以上的范围，手臂平台可以轻松达到90度的范围，但是自然垂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螃蟹手。360度的垂直大风车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样，大臂360度的平转被隐藏在了袖子以内，曲肘差180度一点，但也是足够用了。而腕部翻折能达到接近90度的超大范围。腰部的可动也非常的优秀，首先前倾能达到超过60度以上，同时后仰的幅度也能到离谱的45度以上，非常的优秀啊。同时腰部的左右侧摆也能达到45度以上的超大范围。而360度的腰部平转也是完全不在话下。衣服的下摆是祖传的超级软胶材质，并不会干涉到前踢，所以前踢能轻松的达到90度。同时虽然屁股是硬的啊，但后踢也有60度的范围，侧踢也是毫无压力的，能完美90度打平。大腿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屈膝虽然能到180度，但小腿肚的部分会有部分回弹，最后大概是150度左右。白色袜筒的部分可以向外转60度以上，抬脚和垫脚也都有60度以上的超大幅度，脚尖可以做90度的分段上抬，脚踝也可以360度的平转，最后脚掌的接地也是祖传的忍者脚了，向内90度完全不用担心的，向外也有接近90度的幅度。可以说佩恩整体的可动啊，由于造型的细微改变，相比于素体非常相近的右，可动范围更上一层楼了。只可惜配件真的是太少了，更没有什么特效件啊，加上天道的招式也就那么3个，要摆好 pose 还真得下一番功夫啊。不过倒是很适合拍定格的。ここまでにしておこう。万象天意。千葉天聖。哈！回想起追漫画时看到地爆天星的情节啊，那扑面而来的绝望感至今难忘。木叶村在瞬间被夷为平地，鸣人因愤怒失去理智，面对尾兽那近乎无敌的力量，佩恩竟还留有后手。作为《疾风传》主线中小组织明面上的首领，佩恩从登场起，岸本就不遗余力地为他塑造强大的气场，甚至不惜让自来也牺牲，以此来烘托佩恩带来的压迫感。不得不说，他是岸本笔下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反派。佩恩的成功绝非仅仅体现在战斗力上，他的人物刻画极为丰满立体。更绝的是，看似一个佩恩，实则映射出长门和弥岩2个人的人生轨迹。长门拥有着强大却难以掌控的力量，幸运的是他遇见其中的痛苦与挣扎，让长门和弥岩的理想逐渐扭曲，最终造就了天道佩恩这一复杂又令人唏嘘的角色。